好，我们聊一下这张的那个检讨。这张是那个虾尼画 CG 班的那个就是结业作业哈，那个完整海报。那这张的呢美感气势都非常的足哈。那我先说画面上现在这个成品看到的状况是什么呢？在颜色的使用上，暗部这边呢颜色有一点混浊哈。那这个呢在全身很多地方都看得到。那这个混浊的颜色呢会你想要呈现是应该稍微有点圣洁跟有点气势的那种效果，但是因为颜色比较浊的关系呢，所以它会圣洁的味道会减低哦，然后画面感觉上会比较没那么流畅。当然这个画面上可能有些是你自己的创意，可能中间这个好像有个次元一颗蛋，然后有翅膀这样子，像一个风扇一样这样转开，这个感觉蛮有意思的哈。好，然后我在那个作业就是上课的那个红线检讨，我是有帮你调一个体态，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像这样一个仰角的姿势的话，那腰带这边的横切线等等的，我觉得这个角度会比较搭啊。但是当然也不是说一定非要这么改不可，因为有时候这些风骚的男性就是可以摆出一些那种就是下半身骨盆凹来凹去的那种，这个有可能，但我们尽量让它合理一点，对不对？好，那画面上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问题，就是细节的把控上啊，有些地方的处理呢稍微欠缺一些敏锐度哈。那我先让你看一下刚刚这样子改完的效果哦，来一样哦，来修改前修改后看到了吗？好，那看整个结果的话呢，你会觉得这个好像画面的华丽度啊，色彩的强度有提高，对不对？你这张适合一个技巧，就是说你给它一个强光，对不对？好，那强光的话呢，看你是要聚在这边，那你聚在这边的话呢，你底下你就是要上色彩针子去压，把它压深一点，然后让它效果尽量集中在这里。这是一个简单的处理方式。当然那个稍早有提到的那种就是角色跟背景打光方式不同的那种呢，我在旁边画一个例图简单快速画一个例图是这样。这边可能有个圣洁的光线，然后有个男人在这边可能在祈祷，或者一个骑士或者一个正要去打寸拳的一个男人或者正要去跟人家输赢的家伙在这边好，那这边的这个角色他采用的方式是顶光，好，光这样照，那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边会有一个阴影，对吧？头上是亮的，对不对？然后肩膀呢也有机会像这样切亮面，对不对？好，然后身体这边呢都是暗的都是暗的，对吧？然后呢手臂边缘然后手臂下缘等等，这些都是暗的。看我画斜线就知道这些都是暗的那这个呢就是打了一个对人物来讲打了一个由上而下的一个顶光那这边都是暗的。这种图呢很常见好，像这样，所以呢光线从这边照，对不对？好，那背景呢？背景呢我们简单的发想一下，有可能有我用蓝色有可能有一颗球。然后这个时候呢，对这个环境呢，有可能采用的是底光。好，那所以这个球呢就变成底下是亮的，然后上面这边是暗的。对这个组合在一起的画面来讲呢，人物的受光跟背景的受光它是完全两个角度，而且是截然相反，刚好也是一个反过来的那这个画面是存在的吗？很多摄影作品是直接能够拍出来的。当然摄影作品是因为它可以在现场设计光源可能就是前排的用什么灯后面用什么灯之类的，它是有办法做到的。比较自然的情况下比较少见，但是呢只要是人能够摆出来的样子，它在氛围上它就是属于合理的。那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做？这种做法呢是可以互相强调，把背景跟人呢做截然不同的打光方式，那你就会发现到中间的人是可以被加倍强调出来的，那这种视觉的冲击强度就很大。好，那它采用的就是角色跟背景两种的那个刚好正相反的一个打光方式，这是一个处理法。那如果说像这张的话呢，是也可以在角色这边上面都是阴影，用暗的，然后亮面只有一丁点。好，越底下越亮，这个做法也是可以，只是这种处理方式呢，可能现在虾尼你可能应付不过来，没关系，我们就使用比较简单、效果又好的就可以了，像这种就可以了就强化你原本的打光然后我们把一些效果画顺嘛那先看一下这边的处理来，虾尼呢，你认真的看一下这个角度，这个角度很多地方你画成平的，这是一个你让角色呢有一点那种就是镜头由下往上拍，然后是很帅，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那个横切身为横切之鬼要跟你讲一下，这个地方你这样子就挂了，这边就不行了。
这个肩膀盔甲在这边有个明显转折，你要利用这个转折去说服观众看到由下而上拍的这个角度，所以这边这个切线你要切成这样，切这样，这样就会顺。然后甚至连底下的，你底下切口你还隐约知道弧度要像这样稍微往上顶，但画着画着你可能就有点不太确定了，对不对？其实我们都要利用这种地方。好，然后当然连这个腰带这边，如果可以的话呢，像这个箭头，你也可以稍微让它变得缓一点，不要那么尖，用这种方式呢去得到横切朝上弯的这个效果，那这样角度会更正确。那你看我第一个步骤改的肩膀盔甲就是我的首选，对不对？我就改它嘛，然后还包含这个腰的这个腰部盔甲，这个箭头你要朝哪边？这个箭头应该是在人体的中线上，对不对？你要朝哪边？不是应该朝着它吗？朝这边指过来，对不对？对吧？没有说错嘛，那你指的方向错了，好像这样调过这样才对，然后再看一下握剑的感觉，像这样握剑这个不行，来加强练习一下，这是握剑的时候的那个我们的虎口，虎口三角有没有看到三角？这个呢三角要优先画，然后呢指头扣出去，打叉这个地方呢四指扣进来，1、2、3、4扣进来，这样就抓好了，很简单吧？好。然后呢，再看一下脸部的部分呢，再看一下这种呢，这个我下次我也来做一个简单的那个侧面教学好了，这有诀窍的，有一些计算的位置的那我现在用简单口述讲一下，这是一个完全正侧面。那其实的日系做法尽量不要去处理这个，你这个就是跟它硬碰硬。这边要怎么办呢？日系做法很简单，拉直线，然后呢嘴巴画在里面。你完全不要去管外面要怎么样一个突出的那个上唇下唇什么的，这个日系可以完全回避100的闪过去，你就不用跟他刚这个，知道吗？像这样就是很帅很好看的，对不对？那你硬刚反而会死，所以呢这边呢你看我就是当然我就用类针的做法把它弄细了，然后再看一下这里的这一个处理方式这个应该要稍微带一点点自信，所以我这个嘴角我后来有帮你再稍微微微修一点，然后另外呢注意一下这个眼睛跟耳朵这边，这是它的侧脸，这个地方呢，你尽量头发稍微盖一下眼角，然后耳朵位置往内再挪一下子会比较好。像这个看到吗？这是你的位置如果眼睛已经到全侧脸的情况下来不要不是建议而已是强制的跟你讲，你不要再拉长。即使你形状是画对的，你拉到这么长，你会破坏整个侧脸的厚度会出大问题的这个有修完有没有帅一点？有吧然后这边也有可能就是很多同学会过度解读鼻子的大小，你们鼻子真的可以到一个这么大的吗？不用那么大，这样子就很帅了，是不是？一定要一个大鼻子吗？然后这边呢有帮你微调那个领子的高度，这边有微微的调一下，有看到吗？微调一下。然后这边还要请你注意的是这个位置，这地方这个手臂这种手臂的魅力就是这个是手臂肌肉部分。转到手腕骨这个部分，这个凹陷是好看的，你要把它表现出来。不管穿盔甲穿什么的，你这个就是要出来，没有这一块那个手的魅力就没有了。虾你应该是个腐女啊，我教过的腐女对这个敏锐度都很高的，不信问一下学姐学姐们对这个一定清楚来像这样凹一下然后你的这个转动的翅膀呢，因为我不是很知道你想要走哪个方向，那我们就把它画顺就好然后再来呢是属于上色部分你可能对上色细节的表现呢，你好像有留言讲，对不对？来看一下这个呢要走一个大投影。好，这个大投影的话呢，我们可以在重要的地方画，脸部一定有重要的地方，像那种刘海对眼睛什么，这是最好的地方像这样上一个好的投影，把那种立体效果呢进一步的强调，这个要注意了有没有看到这一抹头发？在这边投影的形状要变，宽窄变化要有。如果你没有这个变化出来的话呢，这个头发跟脸的立体空间没有被清楚的分辨好的然后什么地方还是适合有投影呢？来手臂下腋下这个地方，这个很随便都会有一定有，除非这边没有手，只要有手它腋下就是可以有投影。那这个呢可以增加空间效果然后还有远端的手臂。另外呢就是我好像下午在那边半睡半醒之间在分你这个把后面那个布料给分开要慢慢用套索这样套来。皱褶呢可以强化它的数量，让它变得更加细致一点可以把你的整个画面细节度再提高。这个呢是加整个投影，那后面这个动作呢是加封闭阴影跟亮面。你看一下这个步骤是做比较久的也确实是在下午就是半昏睡之间做的，
有看到很多封闭阴影吗？这个算是做了一个封闭全餐给虾，你看一下，有看到吗？然后呢，把一些地方的亮面呢再强调出来，那这样的细致度呢就可以再拉高，对不对？全身都帮你加了哈，有看到吗？这个就是虾米的全餐哈。好，然后到这边的话呢，角色的那个完成度我觉得是不错了，虽然说颜色还是有一点点不够，因为我觉得这个暗面的颜色应该是走粉红一点点会比较好，因为这个目前这样看是有点黄浊的，黄，然后又有点好了黄浊色是不是？如果它走比较偏粉色一点点会比较好，像这个颜色会比较好。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下午就没有去先帮你调看好，然后再来呢，这个就是处理你的这个整个背景这个背景的话呢，你这个羽毛你就是真的一片一片弄的话呢是不理想的你要跳着处理。在画翅膀之类的那个相关的就是题材的时候呢，整片翅膀的那个整个大型外观呢要把控好，里面的羽毛排列的话呢，只要大方向上能够看出一个走势就可以了对观众来讲，他没有要一片一片看你的羽毛对他来讲，他就得到一个效果资讯，他知道是柔软的羽毛之类的，他就够了所以这边我用指尖跟一些笔触的方式，把你的那个每片羽毛中间的那个界限稍微的打掉这个每个地方都有处理，你看一下，对吧？好，那这个部分到现在呢，应该还没有这个技术部分你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那么准确的知道，前面的修改你可能看都看得懂，但是这个部分可能比较不好懂，因为这个部分是每个人自己的分量会不一样，到底要虚实呈现的效果到底要那个就是清楚的部分要把握多少，然后柔触的模糊掉的要多少，这个是每个人各自有自己的标准的就是说白了就是没有固定标准但是你不能不做你做了呢，效果你才会建立你自己的画面语言然后最后呢，这个是特效部分，你一张图没有特效就是煮菜不加盐，可以这样形容吗？虽然我不会做菜就是你没有调料的话，那个东西不好吃。那像这个没有特效不行特效一定要上。那这特效是怎么上的？处理方式是这样的我这边呢有把人物的附近呢上了一个模糊的雾面，有没有？像这样画面会比较稍微的柔软一点点然后呢，再来呢，这个是整个环境先就压一个那个色彩增值，然后只有把人这个地方擦掉，这个部分你移一下你就知道了，你会发现中间是有擦掉的，就只有周遭环境比较深色这样会比较聚焦，对不对然后呢，再来呢，这个我用那个覆盖先加把一些我觉得比较焦灼的颜色稍微的提一下，那主要也会针对如果你有那种整个亮面、暗面这种交汇环节的地方呢，我用这种这个橘红色这样加一下也是不错的好，然后呢，这里呢就是加什么呢？夹光，记得夹光技巧吗？我们在最后那个蒸汽女仆那个上课那个范例有讲到，有没有？夹几个光给它，夹在这种那个全身几个要害这边，夹一下呢就可以把效果给提上来。再来呢，一定要有的撒点撒点呢我没有那么推荐用特定笔刷画，就是撒下去一堆点的那种，那个效果都比较假。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流派是我这种就是自己土法炼钢型的那就是加亮颜色上面再用加亮颜色笔刷反复的这样一直压，然后这个压的方向它是有一个大概方向的，有个大概走势的，这个走势建立起来的话呢，会让画面有一个简单的被那个光点带动的动线那这个效果要是全下的话呢，我觉得这张图的档次就可以往上再上个一档两档的，你看一下 OK。 那你想要的细节呢，你想要专研的细节呢，在这个步骤里面都可以看得到，慢慢看特别像这个眼睛，你看一下原本的眼睛的做法，来整个像这样颜色画完，你有看到这个细节处理，我加了几个地方加的比较深，这个就是细节技法来，好，以上给虾你参考一下OK。